自制的友谊要比买来的友谊更持久。我们相信，要实现持久和平，只能靠实力，而不能靠我们对手的善意。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不论任何我珍视和享受的事物，如果没有你，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再度活跃、强大和生机勃勃的国家，但仍有许多高山需要攀登。我们不会止步，直到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完全的自由、尊严和机会，像生来就有的权利一样。我们生来就有权利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如果你有诚信，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诚实，就什么都不重要。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你一直好好活着，就一定犯下许多错误。从长远考虑，所以你学习，你集中所有精力，你出现变化，你向前进。戈巴契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不是枪杀人，而是人杀人。我们应该为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心而进行投资。我们不能帮助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其他人。确实有很多孩子在父母单身家庭或双亡的困境中生存下来，但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仍是人本性中不可抹杀掉的。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那么恶魔将失去力量。亲爱的，我告诉过你，只有在我没有获得掌声的时候，你才应这样表演。政府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而不是主宰他们的生活。最伟大的领袖未必是那位完成最伟大事迹的人，而是能激励人民做出伟大事迹的人。最优秀的头脑不在政府工作，如果有的话，商界会把他们挖走。和平不是没有冲突，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处理冲突的能力。英语中最可怕的9个字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企业家及其小企业几乎负责了美国的所有经济增长。没有容易的答案，但有简单的答案。我们必须有勇气去做我们认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事情。自由永远不会远离灭绝，我们没有通过血统将其传递给子女，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然后传递下去，以便他们也这样做。问题不在于人民被课税太少，问题在于政府花费太多。你我与命运有一次约会，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上的最后的希望，让我们的子孙受益，否则我们将使他们踏上1000年黑暗的第一步。政府对经济的看法可以用几句简短的话来概括：如果它再动，就征税；如果经济持续发展，就对其进行调控；如果停滞不前，就给予补贴。人类思维没有限制，人类精神无法被框限，我们的进步只受到我们自己设立的障碍。我希望我们再次提醒人们，只有在政府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人才能够自由。这里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就像物理法则一样整齐和可预测。随着政府的扩张，自由就会缩减。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一个在上帝统治下的国家，那么我们将会是一个灭亡的国家。纳税人，那是一个为联邦政府工作但不必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民族总是会选择和平。如果一个人不介意功劳归谁，
他能做的事和能去的地方都是无限的。经济衰退是当邻居失去工作时，而经济萧条是当你失去工作时。福利的目的应该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消除自己存在的需求。学校所产生的东西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健康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的确，辛勤工作从未害死过任何人，但我想，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美国梦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人平等，美国梦是每个人都必须自由地成为上帝意欲他成为的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补贴问题。如果你在解释，你就输了。最好的社会计划就是一份工作。在我有生之年的4场战争中，没有一场是因为美国太强大而爆发的。未来不属于胆怯的人，而是属于勇敢的人。自由永远不会远离灭绝。在一个不无辜的世界里，我们不能表现得像无辜的人。我深知人是善良的，正确的事情最终将总会战胜，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目的和价值。未来属于自由的人。我们的自由派朋友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无知，而在于他们知道的太多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告诉我们，当政府认为侵略的代价低廉时，战争就开始了。我有时候会想知道，如果摩西让美国国会审查世界，他们会变什么样子？不要害怕看到你看到的事情。以上是我们精选出雷根总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名言是你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